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先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5位情感疗愈团的老师们。大家好，我是于波红。爱情出了问题，需要的不是眼泪，而是智慧。当然，你也可以来爱情保卫战。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孔云龙，欢迎来到爱情保卫战。希望每一对人呢都能够面对问题，恩爱到底，然后解决问题，然后和和美美。大家好，我是严品红。爱情就是我们看透一切真相之后，依然觉得值得。大家好，我是新唐米娜。愿你爱的人正好爱着你。大家好，我是莎娜。在婚姻关系当中情绪价值抵万金，只有接得住对方的情绪，才能捧住彼此的心。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看看今天来到现场的嘉宾们，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请开门。欢迎4位。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陈先生35岁，来自河北承德，个体；吕女士35岁，来自河北承德，个体。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婚姻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婚姻就是一地鸡毛，天天吵架。我每天就是个保姆，我天天伺候他。他每天就知道唠叨我一点自由都没有。他就是个渣男，在家什么都不管。2个孩子和家里都挺想让我们俩复婚的。不后悔，结婚的时候太年轻了。夫妻还是情侣？我们俩人分开了。前夫前妻啊。对。我们俩人是同班同学，然后我们俩也是一个村的。初中毕业之后吧，我就开始追求她，两边家长呢也算是说挺同意我们俩在一起的，把这个婚姻事就给办了。办完之后吧，我们俩人自己经营了一个小超市，生意吧还算可以，挺好的，生了一个儿子一个闺女。生意好了之后吧，我呢就是有点飘了，总是大吵大闹的跟他，然后我们俩人3天一大吵，2天一小吵的。后来实在受不了这种两边的这个，就离了。对，就反正就是离了。听出来了，这肯定是前夫来求和的，是吧？说了自己当年有点飘了，态度不好了，导致离的婚，是吧？对对对。小吕，其实你们俩算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了，可以这么说吧？可以是。当年感情应该也是不错的，挺好的，当时。那你是从什么时候觉得无法忍受的呀？就是生了老大以后吧，然后每天过日子在家，他就是一个大爷似的，就是甩手掌柜的，就家里边所有的事儿吧，大事小事他啥都不管。不是那回事儿，主要是我从小我就没干过活，在家里边你说我父母根本就没让我干过什么，拿碗拿筷子，根本就没干过这些活。你从小还没媳妇儿呢。是吧？这生活都在变化嘛，是不是？他和你在一起，他什么都不管，你宠着他。那他见到家里边长辈呢，他能表现表现吗？那他也不管。比如说他跟我一起回娘家了，你说你假装装一下，他也不带装的，他还就往沙发上一躺，他还得指挥你，我要吃这个，你给我做这个；我要吃那个，给你做那个。所以就家里家外表现都不好，对，态度也不好。我这就是习惯了，属于。那你父母还挺惯的你。从小吧，家里边任何家务活呀，我从来没干过。那他说你不能干吗？当时咋想的呀？我不会，我也是。擦个地，这还需要会吗？我擦不干净，这葫芦一下，那葫芦一下，扫完之后，然后这也有那也有，皮儿片的歪大我，是真不会。那你把那皮儿片的再扫一遍不就完了吗？总长眼睛能看着吧？反正这也是，有时候是我做的不好吧，反正是这方面。那当时这个事儿你是一直都挺不满意的是吧？挺不满意的。那你说你不会你不干，那你别霍霍呀。他吃完饭他就躺沙发上抽烟，在家抽烟啊？对，他那烟他走到哪他就那烟灰都掉到哪就掉到，肯定都是。就卫生间抽烟，就把那卫生间的毛巾呐，现在都是臭的都没法用。就生活细节上确实挺让人很难接受。你们2个孩子，那他对孩子呢上心吗？对孩子也不怎么上心。就有一次，我没有时间让他去开家长会去，然后都已经到点了，老师给我打电话说，那你们今天怎么没有人来给孩子开家长会了？我说让他爸去了呀，他说他爸没来，我说那我问问吧。结果一问，他连孩子在哪个学校在哪个班他都没找着。我知道，对，我知道，因为当时我去了之后吧，我以为还在那个班呢，一爬窗户一瞅，我说哎，这老师我也不认识呀。出来我就准备给他打电话就问一下。
他就直接电话就打过来了，他就开始跟我嚷。那孩子去年上3年级，不能今年还上3年级吧？你就是心里边没有孩子。你看，你不能这么说。那平时咱说意思都是你管，也不是说我都是老婆管孩子。我肯定是说对孩子的时候那个没那么太关心，但是说吧，让我也从来没去过学校啊。那你看你为啥不管孩子呢吗？你还好意思说平时都是人家管，你都没管？那不就不对吗？正向的这种教育和陪伴少，这负向的影响有吗？有。那你说，就他整天的满嘴脏话，就给那孩子带的，孩子也那样，回家也说脏话，当着孩子面儿。就是在家里经常待着就说出脏话来。他有一次带孩子，他出去玩去，那个孩子在车上坐着，那你说就是他那嘴脏话说的，后面就把前面那个司机就什么话都骂，就把人把本祖宗后面都给刨出来。当着孩子的面儿，对，你说现在这人一开车，大街上一开车，这个挤一下插个队，那个往前插一下，你搁谁开车他不让人家乐意直接插队插前面来，对不？哎，就不高兴可以理解啊，但是说脏话本身就不好，当着孩子面更不好，这你得认吧？这我倒是认，主要是就是怎么，我现在跟这帮朋友吧，哥们在一起，跟他们也是说学的吧。孩子也是近墨者黑。小饭桌老师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家孩子总想争第一，什么都想把尖儿，人家要不让着他的，他就张嘴满嘴的脏话说别的孩子，然后老师就问我，让我回家管管。那这不就都是跟你学的吗？那这个孩子爸爸，那他会训孩子，会骂孩子吗？会，他一骂严重了吧，我就上前阻止了，就不让他说那么太多了。我也怕他给孩子这个教育方向教育的不对。那会不会这个，比如说喝酒了以后控制不住啊，会对孩子有不好的影响？哎呀，他特别的爱喝酒，他回来的话基本上都是半夜了或者凌晨回来吧，比如说孩子都睡着了，他会都给孩子给扒拉起来，他说让孩子陪他玩儿，因为孩子老二也小，他醒了他没睡够他就会哭。就因为这个事儿，就我们家邻居都向我们家敲多少次门了，那大半夜影响他家休息。你主要是你不给我面子，你啥意思啊？我是属于朋友吧，总是叫我出去喝点儿，待会儿。然后吧，你说本身就挺高兴的事儿，我还没出去呢，然后他就先给我一通唠叨，闹得挺不高兴的，本身就。这出于你的关心，告诉你少喝点酒，为了你健康，喝多了多伤身体啊。是，我知道这事儿，咱说意思你是关心我，为了我身体健康。那你也不能说我刚一前脚出去没半个小时20分钟呢，电话就来过来了。哎，我要是不接电话，这就来事儿了。一会儿一个视频，一会儿一个视频。我要接了呢，刚一接过来，哎，立刻的，你跟谁喝呢？都谁呀？我看看。那你说身边那么多人，都是一帮哥们儿，我多没面子呀！那真是一点面子不给我，对不？您说咱说意思，两位评委老师也在这儿了，我觉得应该能理解这个一个老爷们在外边确实的一个面子确实不合适吧，对不？你要为老爷们理解吗？我觉得这也挺正常的，这个那有啥见不得人的呀？但我认为是正常的。为什么呢？我们去教育自己的丈夫，训自己的丈夫，要注意场合。那除非就是你可能是不是之前的时候跟人喝酒啊或者什么的，就是去的那个地方不对啊。老爷们儿或者是说哥们儿朋友好不容易聚块堆了，喝完酒了，出去一起唱个歌，洗个澡，我觉得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我觉得就人家哥们儿家的老婆都不管是吧？经常去不正常。如果一年偶尔，哎，过年大家高兴去一次正常。他1个月30天，他能在外边喝25天，那您说正常吗？哎，反正喝的确实是多点。他不回来，你会找他吗？他有时候会，比如说我说那喝酒的半夜没回来的，然后我就问他朋友，结果那次就丢了。你快让他说他怎么丢了吧？我那叫丢吗？一这玩意儿。啥意思？啥叫丢了？在朋友家喝酒吧，喝多了之后下楼准备要是打车回家，手机当时没电了。因为现在吧，他也口袋也不装钱，1分钱没有。哥们家就是说离俺家也没多远，我就寻思自个儿地斗慢慢溜达吧。我溜达到一半，我是实在是走不动了，因为酒精麻醉，这腿也没劲儿了，脑袋也不行了。我就寻思在那个半道站会儿歇会儿。后来没成想睡着了，等我一睡醒了，后半夜2、3点了都。冬天还是夏天？夏天的时候。亏的是夏天，冬天你就回不来了，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这些事儿，你跟他离的婚。是吗？还有更让我生气的就是他特别的喜欢玩手机聊天，
他白天玩晚上玩，就后面的手机啊24小时都不离手。和谁聊天啊？他也不让我看。就有一次他睡着了，然后看见手机还亮着，我寻思给他关了吧哈，挺费电的。等我一瞅，那聊天记录还在那呢。就在聊天记录写着，就是关心人家，可能是人家那是生理期吧，问人家用我给你送卫生巾吧，我给你送点红糖吧，熬点红糖水喝吧，可关心人家了。你说什么？跟异性呗？对，异性生理期还去安慰人家，去呵护别人啊？对，您受得了啊？我受不了了。你说那不是那回事儿，你主要是那是啥？本身我们俩你是和谁能亲近到说还能关心人家女性的生理期啊？那得多亲近啊！主要是我们俩人本身不就是开的超市嘛，在小区门口。然后吧，好友也比较多点儿，然后尤其是都是这个小区里边认识的人。然后他们一用什么东西吧，他们就会给我发信息，然后我就提了东西给人送家去，这么不也是说方便大伙嘛？然后我也能多挣点儿。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推销的一种手段，是不是？如果说是一种特殊敏感商品，你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去问，如果你们两个人不暧昧，打死我都不行。你主要是我的好友全都是女的，没有几乎没有什么男的。为啥？男的不吃不喝不用东西啊？也有啊，但是现在你想啊，买东西的，尤其是在网上购物啊，或者说在这个微信群里边，差不多都是女的，也没什么男的呀。你拉倒，你这就不正常。就是因为以上种种，女士过不下去了，你提出的离婚吗？前妻？对，你就同意了，前夫？那我不同意也没办法，人家不乐意了。离婚多长时间了？离婚2年多了，2年多。那怎么2年多了，你们俩又来了呢？我现在这不也改了，但是没有他，我就觉得我过不下去呀，没人照顾了也。你离婚以后是被踢出家门了是吗？没有，我们俩属于那种离婚不离家的状态的。呵，离婚不离家，为啥呀？前妻？因为当时老大处于就是上学阶段，老二比较小，就是因为照顾到孩子，还有就是双方老人的这样，然后就选择一个这种方式。所以你俩离婚这事儿没啥人知道，外人眼里你们还是两口子，同进同出。对，那生活方式上呢？生活方式上就是他出去干啥去，我也不干涉他，他过他的，我过我。那还就成了假两口子了。对，反正就是外人基本知道的少。然后我现在就是属于啥呀？我也不这么喝酒了，然后微信那些好友乱七八糟的，我也都该删我都删了，我也没有那些乱七八糟事儿了。跟外边狐朋狗友啥的，我也是说尽量能不跟他们在一起喝酒呢，我尽量不去。那我就是想好好的跟他一起生活，然后把这婚给付了。问问前妻啊，这离婚后的2年，你觉得他表现怎么样？我觉得他表现的不咋样，我一点都不相信他，他就是嘴上说说。就是因为这几年我们俩人生气，就是我身体挺不好的，一个来月我就要上1次医院，我每次去医院他也没陪我去过，他也没关心过我。看你都求复合，你还不关心人家，为什么呀？这个事儿我承认，确实这2年他身体也不是说特别好，然后吧去医院检查什么的，然后我确实是没跟他去，这一点。为啥不去？有些时候吧也是太忙吧算是，然后也是没时间，因为我要是跟他去了，然后店就得关，没人看店了就。店比媳妇儿重要。离婚的时候财产分割，那个超市还是归你的。对，在我这儿。你没拿？因为他涉及到法人是他。那钱交你吗？我就要孩子的抚养费就到。你自己有工作是吧？有。就这2年他只出孩子的抚养费，你跟他经济上也没有来往。没有。这房子属于你还属于他呀？房子属于当时双方父母买的。那离婚以后属于谁啊？就是也没这个房子还是在父母名下，对，没变更。我现在这不也改了吗？我就寻思咱俩人好好生活，你就过去的事儿咱就忘了就得了。看在孩子面上，你说你改了，我可不相信你。那前些天我发烧都烧到39度了，你在家关心我什么？你干啥去了？那我那天你忘了？那我不是给人家去送东西去了吗？那你跟各位老师说说你去送啥去了？说呀。送啥去了？就是小区里边的一个女的让我去给送那个4件套去。那人家给我打电话，那我肯定我得去啊。然后我就下楼去送去了。送完之后没2分钟呢，又来电话，有让我送啤酒的，有让送烟的。反正后来我就
挨个就送，等我回来吧，也黑天了，他就不乐意了，就说我又不在乎他，又说我外边又有事儿吧，怎么着的？你那是送啤酒去吗？你就送4件套，人都告诉你，让你放外卖柜里边就得了。你后面都送人家去，都给铺上了吧？我怎么给往人铺上了呢？哎，就你这样，各位老师，你说就他这样满嘴跑火车的，我能跟他再过去吗？我可不想跟你过重蹈覆辙去。那你来干嘛呀？你就不跟他过就得了呗。是他想来，想让你们劝，让我跟他复婚。那你是来干嘛的吗？我是来让大家说说，我可以跟他复婚吗？哎，听懂了，你也有这个想法，但是呢，还是不太放心，是吧？对，因为我不有2个孩子呢吗？他毕竟是孩子的亲生父亲。行，亲生父亲，你不要这么看着他，感觉拿捏他，知道他舍不得孩子。主要是我现在我改了。你改啥了？他说的除了你生病他没陪你啊，这个其他的他说的和朋友减少出去喝酒，什么不回家，这些事儿减少了吗？我就现在对他的关注点也不多了，我感觉好像出去的时间确实比原来好像少点了，但是少点了去干啥我也就不知道。少一点是事实，对吧？对。另外，你这2年当中有没有去谈情说爱啊？没有，谁跟我谈呢？我现在手机、微信那些个什么好友啊，我该删都删了。离婚以后反而把这些异性的微信删了。你现在是自由的呀，你现在完全可以去谈情说爱呀。但是我现在我想和他复合，我还是说怎么说呢？还是说原配好吧？想来想去，看来看去，还是曾经的老婆最好。我听出来了，其实对于你回不回家这些，他现在不是最在意的，最在意的就是你是不是和其他异性有这个边界感的问题，是吧？是。你看，你怎么能证明你没有呢？我现在根本就没有。手机来，你自己删。你看哪个你随便删不得了吗？我不删，我这会儿删了，你们这一会儿又加上的，我不删。我加什么呀？那老师，各位老师，你说让手机给他让自个儿删还不行吗？哎，你这个很坦荡，否则他没有必要把手机给你的。我跟你讲，想证明自己对身边这位女士，对你孩子的妈是有感情的，是忠诚的，你不用急着说我跟外边没事儿，你应该做的是啥？你不知道吗？你多爱他，多体贴他，多照顾他，让他觉得你的心在他身上。他现在主要问题觉得你的心就不在他身上。你再证明说我没有外边没情况，你有没有情况我都感觉不到你爱我。你想回家，无非是你觉得家里舒服，孩子在身边，我能照顾你，你省事儿，并不是因为你爱我，是这种感觉吧？是。毕竟你说都有俩孩子在这，你看你又来了，不要拿孩子说事儿。你离了婚，2个孩子长得也照样挺好啊，不影响。但是我现在我改了，我喝酒比以前少多了，我也不喝丢了。那不也是还喝吗？我以后尽量，我几乎不喝不得了吗？忌了。好，我帮你问问啊，前妻，过去的坏毛病尽量改，对吧？但是你怎么体现出你是爱他的、在乎他的？你准备做一些什么积极的事儿？你是改了那些消极的事儿，积极的事儿要做什么呢？你说来听听啊，看看你前妻能不能满意啊？我就是打算呢，以后不管是怎么样呢，把他放在第一位，然后把更多的时间全都留给他，哄他开心，宠他，爱他。怎么做？别光说在嘴上，准备怎么做？至于怎么做呢，就是说在家里边呢，我尽量多干点儿，在孩子跟前呢，我也是说做个榜样，然后对孩子呢，我也是多多关心点儿。别什么事都让你去操心受累的，以后在家里边不管是什么呢，我都听你的。上外边我好好挣钱，努力干工作，给你最好的生活吧。前妻，你刚才说他满嘴跑火车，他刚才这番话是跑火车吗？那我也不相信他。你为啥那么不相信他呢？因为他之前都跟我说过好多次这话了，始终不改。以前是酒话，今天他对着全国的1万观众在说，我认为一个男人是要面子的，他不会随便说。咱能不能列一个具体的指标？你对他有什么要求？实现了什么样的指标达标了，你就愿意考虑；不达标，那咱就不考虑，反正都离了。可以啊，像他，你比如说家里边这种活，他说他干，那他怎么干呢？你孩子上你怎么关心呢？你不能说还让我给你当保姆去吧？我觉得你就是第2年你少个保姆，让我继续给你当保姆去。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这是他的真实感受。
你是真实感受，但是我现在确实是我想改过自新。你说嘛，人家跟你说了，我我要现实的这个完成度指标，你能完成什么指标？你是负责家里做饭，还是负责家里这个打扫卫生、洗衣服？你领你的任务，对孩子照顾135我接，246你接，功课135我辅导，246你辅导，你列出具体可执行的方案，然后考察，再设个考察期。如果时间期限到了，他达标了，咱就考虑；如果不达标，你再观察。这算是不是个方法呀？看看老师们有什么观点，来听一下哈。我认为他想重归于好、重新生活的心是真诚的，是诚恳的。这是他在2年当中无数处的转身，发现好的还是自己的前妻，所以他勇敢地来到爱情保育站，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场合来表白、表明、证明。当然，我们不是说看他是怎么说的，是要看他怎么做的。你刚才也脱口而出，你也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另外也给自己一次重新认识前夫的机会。那能不能有一个复合的缓冲期？您去看他今天承诺的兑现了多少，实现了多少。我由衷的希望前妻给这位前夫哥一个机会。谢谢。这个其实我挺羡慕这俩人，青梅竹马，而后来又迈进自己的婚姻殿堂，然后又有了自己的孩子，都是缘分。而且这个男方这个呢，比他原先的时候要成长了很多，因为之前的时候可能他的家庭啊各方面没有什么概念。这个现在呢，慢慢呢，可能在外边也锻炼了锻炼，其实对他来说呢，也是一件好事。我认为还是往好的这个方向在引领自己，能够认知到自己的不足，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也希望后期呢，好好的也是表现自个啊，这个达到女方的这个满意，也希望这个女方呢能够接纳，希望2个人能够幸福的走下去，好好的。谢谢谢谢。这个20多年认清一个人，一般不会认太错所以这前期的判断，我认为是准确的。你确实不值得信任。他20多年了，他比我们都了解你。他之所以愿意来，确实是心疼那个俩孩子。但是你糊涂也糊涂在，既然你下定了决心要跟他离婚，为什么要离婚不离家？这其实对孩子也是一种伤害。我们反复在说，相爱的夫妻给孩子是正向的、好的爱，不相爱的夫妻彼此冷战也好，吵闹也好，这个貌合神离也罢，对孩子都是更深的伤害。你干嘛不当时离婚的时候就一脚把他踹出去呗？离婚不离家是最不明智的方法。所以我可真不建议你们复婚啊！干嘛呀？都离了还复什么复啊？你有什么变化呀？他说的特别对，这2年你无非发现我缺一保姆照顾我这大爷生活过不了了，还是我老婆好，愿意伺候我。不是原配值得爱，不是你要宠爱他照顾他，你是需要原配伺候你呀。他比谁都了解你的需求，人家凭啥呀？伺候你10几年了，累了，好容易摆脱苦海了，再回去啊？好意思从泥坑里拔出来再踏进去啊？小伙子也不是说你们就没希望了啊，就没救了啊。但是你现在这个心不正，你现在想复合的心是为了你自己，想复婚有一天你的发心是我要好好爱这个跟了我10几年的女人，从8岁就认识青梅竹马的女人，她值得我一生照料。你有这个发心，你才配复婚。能听懂吗？不是阻止你们复合啊，是你现在没到那个份儿上，所以先别复婚。你也不用提要求，女士，提要求你不需要那些，你自己可以把自己照顾好，可以把孩子照顾好，你不需要他也一样能过好，对不对？所以你提什么要求呀？不提，看他怎么做，做到了咱们考虑考虑。本来就可以不考虑的事儿了，实在是因为他苦苦哀求都来我们这儿了，那咱给他一个表现的机会，就这么过着，观察他。如果再有1年的时间，他依然是这样，只是想让你照顾他，没有体现出他对你的爱和对你的照顾，那咱把他踹出去，各过各的。我的建议是这样啊。我也建议不复婚哈。
因为你有2年的时间，这2年里头有太多次的机会可以感动你的前妻，比如前妻生病，我们一个普通人没事都还要感个冒呢，都是你可以大献殷勤的时候，更何况你前妻这2年身体还不好，还老跑医院，但是对于你来讲，你都是不管不问。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一个在你身边2年看着你跑医院都不管不问的男人，忽然他就是脑子一热，他就决定要结婚要复婚这样的一个决心呢？这2年你都干嘛去了？我相信你在外头应该找了，但是没找着。你找的那一些人恐怕要找你要更多的东西，你觉得亏。眼下想找回前妻，更多的是从一个经济适用的角度上来考量的。因为你说的什么叫离婚之后没有人管我了，事实上离婚之后你还是他们的家务负担，你没有改，你现在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原因突然决定要复婚，但你这个坑我建议是先别跳。然后对于前妻来讲，你没必要老是没事把自己气成这个样子，你现在只需要调整一个思路，这个思路就是既然我不想轰这个前夫离开家，我就把他当成我的租客。你在家你可以不干活的，你是租客嘛，我这边提供的是代打扫的租赁服务，所以每个月多付一点钱就好了。以后租金你谈一个1500还是2000的随便你，这样你就可以知道我的劳动付出不是在为这个男人，我的劳动付出是为了我和孩子的另一份经济收入，我在收租金呢，我只不过就像有一些酒店提供打扫服务一样，所以他掉在地上的烟头我还去依然替你捡，然后我做好的饭我依然会喊你来吃。但如果有缘分，尽管开始谈。如果没有缘分出现，你说我就想在这一个屋檐下我们扮演其乐融融的一家4口，那也行，你爱怎样就怎样，但前提是得让自己舒心。婚暂时不要复，他不是一个眼下能够让你托付终身的男人。其实你们这个婚压根儿没离，因为你们彼此这2年对彼此的要求、责任、义务都是跟在婚姻内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真的离个婚，我们叫心理上的真正戒断。就女生你去谈个恋爱，你让她感受感受真正失去你，她现在感受不到，为什么？因为你一天还是围着孩子和他转。你可以离开这个男人，把目光放到别的男人身上，你可以只关注你自己、孩子和别的男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否则的话，他没有触及到他内心的痛，他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复婚的标准是在于我们之前婚姻当中出现的问题是否得到真正的解决。如果这个问题是性格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是骨子里的问题，他改不了，那这婚坚决不能复。他说的天花乱坠，表演的再好都不能复，因为这是骨子里的东西。所以你要判断清楚你的底线是什么，到底因为什么让你忍无可忍离的婚。所以都彼此认真审视一下自己的情感需求，我需要什么样的人生，那么我就寻找什么样的婚姻伴侣、人生伴侣。就这样，谢谢。好，谢谢老师们啊！您2位请坐啊，坐下来想想老师说的话，我们听听这对情侣他们的问题。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李先生33岁，来自黑龙江，个体；李女士27岁，来自辽宁，自由职业。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和他认识你后悔吗？我不后悔，但是我真的给不了他那么多钱。如果没有他，我值得更好的人。他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完全不在乎我的感受。在他眼里，他养的牛都比我重要。我的生活不只有他，我还有父母和妹妹要养。他给不了足够的钱，跟他结婚绝不可能。是谁要来的？我要来。你是咋急吼吼就要来呢？其实我们2个真的是挺相爱的。我们2个是通过快手上认识的，当时我给他评论，然后呢，就是我俩互相加了好友聊了。觉得真的很好，而且我之前是有过一段婚姻的。你比他还小几岁呢哈？是的，小6岁，但是有过一段婚姻。对，当时也是结婚的早嘛。有孩子吗？有，孩子是跟前夫。当初是谁追的谁呀？算是？应该算是我追的他吧。你有过婚姻吗？我没有过。这在一起多长时间了？3个月啊！到现在你们在一起3个月？对。什么时候就想到了要谈婚论嫁了？
我俩就是在半个月之前吧，然后那时候就是想到这个问题了，然后之后谁想到的呀？是我。哦，你想结婚了？对，我想结婚了。然后那时候跟父母研究，再和他还有他的父母研究，然后他家那边彩礼要的挺高的，包括这个各项要求提的挺高。然后提啥要求了？他妈那边吧，想要我给他在市里买个120多平的楼，还要我给过一个20万的彩礼，包括这个包办酒席啥的，我得承包。然后我现在是说，将在这块是家里条件有限，达不到他们的要求。你家提的这个要求不低哦，其实也不算高，因为是有原因的啊。你说，我之前那段婚姻，我当时其实是有点那种不注重物质的。我跟您说，就当时真的是年轻的时候20岁嘛，真的是纯粹的真爱。那时候是给了20万彩礼，当时我们要车和房，婚后2个人结婚5年，房和车都没买上，所以说我觉得车和房是最基本的，也是给女性的一种安全感。那得看他有没有嘛。他不说他们家条件不允许达成你这个要求啊？他们家是可以的，他们家40头牛，就是可以完全卖了。40头牛卖掉，因为现在牛真的不值钱了。不值钱你还让他卖啊？但是他们家是不是就靠这40头牛啊？我父母身体不好，我家所有的经济基础来源全都在这牛身上，然后包括我现在我的妹妹20岁，大学刚毕业，马上要参加工作，也马上要花钱了。啥意思？参加工作不是应该赚钱了吗？怎么就开始花钱了？就是说我老妹她不想说去给人打工，想就是找发展前途。你还要负担给妹妹创业的钱啊？对对，我真的不理解，真的为什么总是你小妹儿？你小妹儿就是难道在你的眼里，你的妹比我要重要吗？我们家我老妹从小到大，我也很懂事儿，包括我父母身体这些年一直都不是很好。那时候我还在外面打工的时候，我妹自己在家做饭，然后还得勤工俭学。我就觉得我们家就现在就是我们哥俩，我觉得我老妹儿那边花点，肯定她一个女生她花不了太多，我觉得很正常。她花不了太多，她一整就是买衣服，再不零食，全都向你要。你的钱是以后咱们步入婚姻之后用的，以后咱们也要有孩子，对不对？天天一口一个你妹，那以后咱们俩的生活最基本的保障呢，该怎么办？你有想过吗？现在目前我是当哥的，我觉得我对我妹妹应该有的照顾，应该有的体贴，我觉得我应该做得到，要不然我不配作为一个哥哥。现在家里的条件有限，是，你确实应该做一个好哥哥、好儿子，但咱不是也是希望做一个好丈夫吗？那好丈夫你准备怎么做？人家提的要求你都达不成。怎么说呢？就是说他这边吧，包括他个人，他的种种行为，他的个人因素啥的，通过这段时间相处，我也看出了很多。他不是那种就是可以过日子的人。他咋了？我们俩试了半个月同居生活吧，他就是说在家里只能收拾屋子里，收拾洗个衣服什么的，然后包括厨房他从来都不进。他跟我说他害怕这油烟的，就挺反感这个味道的。然后我就是一直我都很体贴、很呵护的对他。就是咱俩谈恋爱的时候，你对我好，那是也是你应该的。假如你谈恋爱的时候对我都不好，那我还能够指望结完婚之后你对我好吗？不是说我针对于你，首先也是对你的一种考验。从小我的父母就是没让我扫过地，没让我拖地。虽然说我在我前夫家其实受了挺多的委屈，他的母亲也会做饭，当时也不用我做饭的，真的。前夫也惯着你？是的。那不也没走到一块儿吗？那你为啥跟前夫要离呀？他其实挺没有边界感的，因为当时我们两个是通过工作中认识的。这个人在我面前侃侃而谈，我真的就是被他身上那种魅力给吸引到了。当时我俩谈恋爱的时候，他和店里其他同事暧昧不清，我以为他结完婚之后他会改，但是他并没有。有一次我是亲眼看见他在我们家跟一个女的就是搂搂抱抱的那种，就是我第一次我原谅他了，结果他还一而再再而三的，我真受不了。就这么多年我都是为了我的孩子，后来慢慢的我真的很心寒。在前夫那儿你觉得你没有要他的钱，没有物质做保障，所以你把上一段的仇在这个人身上报，他必须得拿出钱来。我不是说那么物质的人，但是我觉得钱是最基本的保障，因为我结过婚，我知道。你在上一段婚姻里也不是因为钱而离的婚呢，你是因为背叛而离的婚呢，所以钱并不能够使你前夫那个不背叛啊。但是那你为什么在那个男人那儿是伤了感情，却在找这个男人要钱呢？是因为不爱他所以要钱，那个因为是爱他所以只要他人。
不，其实你上一段就是又没有钱又没有爱，你下一段就宁可有没有爱的，我至少有钱是个保障，我们再说爱，别到时候又没钱又没爱，是吧？是的，我是这么想的。就算你是一朝被蛇咬吧，但他也许真的是个井绳呢。刚刚你的男朋友控诉你说你不是个过日子的人，这是缺点。他只有这一个缺点吗？男朋友？包括他妈那块儿吧，他妈就是说刚开始对我挺不满意的，然后他妈那块儿挺吝啬的，挺挑剔的。我去他们家每次的时候，我都得给他妈买4盒礼，还得挑他妈喜欢的衣服，还得水果，要不然的话，我去他家，他妈就冷眼相对我，甚至有的时候吃个饭都对我都不是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但是你有理解过我父母吗？就是我最清楚了，他对待我前夫的态度，当时真的是有时候剩饭一汤，但是你每次到我们家，他每次都会4菜1汤的，精心的去准备，而且你第一次进我们家，人家也给你拿钱了吧，对不对？还给他拿钱了？是的。咋还给你拿钱呢？他妈是怎么回事？他妈那个给我拿钱的时候，我完全都不知道，是偷着塞着我的包里的。我走了之后，他给我打电话，我才知道这个事儿。给你多少？5000块钱。哎，那你爸妈见他的时候给他钱了吗？也是给了5000。哎，你这个男朋友除了这个彩礼，他可能觉得拿不出来，房子买不了那么大的哈，其他方面呢？你们日常生活开销啊，或者他大方吗？我觉得不太那么大方，对我还是勉强可以，就是他有点说不到做不到的那种。我有一次是喜欢了一个5000块钱的包，他说没事儿，你放心，我下个月会给你买。结果呢，都已经下个月了，为什么我没有看到？他好多的事儿都是在画大饼。当时是因为咋回事？当时那时候家里那些老牛吧，就打算往出卖了。然后那时候有个收牛的说给个价格给挺好的，当卖的时候，然后他们是来了之后就把这牛价压下来了，然后导致这个牛这个没卖成。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等咱家卖完牛之后，第一时间我答应你这东西我全能做到。完了之后，他就因为在这个事情上跟我俩就是不依不挠的，翻脸了。翻脸就翻脸，你跟他明确说嘛，我家没钱，我就是拿不出钱。我跟他俩处了这3个月吧，我也表现的，我觉得我应该做的我全都做到了。比如说呢？他跟他家孩子上那个游乐场去玩的时候，完了之后我给他转了2000块钱，我自己省吃俭用的微信里边2000块钱都给他转过去了。我说你给孩子买点吃的，买点用的。就是我跟他俩在一块儿。我没有认识他之前，我每天抽的烟都得说18块钱到15块钱一包，甚至我还得说喝点饮料啥的。我觉得我那时候很轻松很自由，但认他之后，我觉得我自己非常苛刻我自己。你好意思？难道就跟我在一起就委屈你吗？你的委屈是来源你没有上进心，你都已经33岁了，不搞对象的话还得急急巴巴的拿出钱，还有你好意思？你说带我们家孩子去游乐场嘛？你好不容易拿一次，你得拿个5000、1万的，你表示表示，对不对？结果拿2000，你好意思？游乐场为啥需要5000、1万呢？2000都多了，对呀，游乐场也就200就够了吧？不是游乐场在哪？2000还不够啊？其实我首先我觉得他要是爱我，他应该会爱我的孩子。谈恋爱的时候他挺爱我的孩子的。你别倒，你刚刚我们在说的是你钱的事儿，跟你孩子爱不爱没关系。我现在就问你，啥游乐场能花这么多钱？就是个普通的游乐场。最后用了多少？实际用了多少？最后用了1000。我还想问你一下，刚刚理直气壮、厚颜无耻的说的，我去个游乐场，你好歹给个5000、1万的，你才给了2000，你好意思？就是你这一个认知从哪儿来的？是你身边的朋友去游乐场，他们的男人都给5000、1万吗？是因为我觉得，其实我比我姐妹她们都优秀呀，她们的老公呀，包括什么给的都可多了。我跟你说，我觉得你给的少，就是对我的一种不重视。那废话，那是亲爹呀，而且你前夫还没给过。对呀。亲爹给个5000、1万的行，不说啥。再说了，你要觉得他给的少，你就别跟他了呗，你找那个对你大方了呗。人家不是说18块钱的烟都不抽了吗？抽多少钱的了？抽8块的了。你看他为了你自己生活质量都下降了，他供不上。这个事儿真的不怨我，怨他没钱，怨他少壮不努力，30年徒伤悲。我跟你说，小颖，我就是到今天为止，我就是觉得你们家太势利了。你妈就是看不起我们农村人，想让我多掏点，想在我这经济基础上多帮助你一些，我是这么想的。但是你要跟我俩在一起，我觉得你根本就不是为了爱情，不是为了跟我结婚打算的。
如果我不爱你，我一开始我不可能跟你。其实前段婚姻我真的受伤很多，当时我分完之后我就想，因为我有自己的收入，我要自己努力，自己挣钱，我自己花，我在养着我们家女儿。但是后来你有没有发现，你从前一段失败婚姻出来以后，结果报复到他身上了？我没有报复，我只是经历太多了，我活得比较通透了，我成长了，我长大了而已。怎么这男人就活该倒霉呢？你长大了，他倒霉了。哎，那个姑娘，你和男孩在一起也就3个月嘛，哈，这3个月当中，这个财务上边你们有什么样的交流啊？就是说我这边进个牛料，马上这个钱给商家转过去了，他这边就问我说我转钱干啥了？他这边都是有短信提醒的，他那边就是跟我这个支付宝什么都是绑定一起的。哦，你们才3个月，你的这些转账啊，这所有的钱款往来，他都可以知情了。对对，他必须得说知道我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怎么花出去的，包括他对我还有点不信任。有的时候就是我给那商家订货订牛饲料的时候，他特意背着我去给人打电话问人那女的是谁啊？问你是哪个商家怎么地的，给我整的一头雾水。我也不知道他这对我这不信任取决于什么。我也没有说什么前科什么怎么样的，每天不是问东问西，再不就晚上我跟他俩睡觉，我得打着视频去跟他俩睡觉。我在这边，我就每天我跟他俩在一起，我都身心都快被他榨干了。太惨了，身心都被榨干了。从这个细节上，我突然有一个这样的感觉啊，就是这女孩还真不是完全图你的钱或者要榨你的钱，她就是想通过管你钱的方式，通过控制钱来找到这种爱的安全感。安全感，对我感觉应该有这种。那你说说哪种？我感觉都有。你是在城里是吧？对，县城。他是在村里养牛。是。那你俩还是异地啊？对。那怎么见面呢？有的时候我去找他，换常他也来找我了。那每天都见吗？不是每天都见。多长时间见一次啊？1个月能见个2、3回吧。你俩一共才见了7、8回啊？这么听着8、9回，3个月1个月见2、3回，加起来就8、9次。对。那你俩要是结了婚之后咋办呢？住哪儿去啊？我刚开始我跟我父母研究的是，打算搁县城买80多平的一个民宿住宅楼。完了之后就是想跟他妈那块谈一谈，这彩礼能少要点。毕竟我们俩就说以后在一起生活的话，可能是干点什么买卖，或者得给自己手里留点钱呢。到了城里，那养牛咋养啊？就打算今年到秋把这个牛都卖了，完了我俩就是说研究干点别的。那么以后你的父母怎么生活呢？想把父母一起接过来。他愿不愿意啊？我现在就可以说我不愿意。女生已经非常明确的，不可以的。对。但是你可以把家里赖以生存的40头牛给我卖光，给我买房子，但是老人不能跟来，是吧？是的。生活习惯不一样。来，再问一个问题啊，你俩结了婚以后还要孩子吗？我想要。你要吗？我得看一下子。好，又一个问题出现分歧了，一个是不同意爹妈过来，一个是不一定要孩子的事儿。就是我先结一段时间，先看看他对我婚后是什么样子的，我再决定要不要给他生。因为我知道了，就是即使结完婚之后，假如我俩因为一些意见分歧了，等到以后对孩子的未来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你并不是说不生哈，还是觉得更稳定一些再说生的事儿。是的。但你现在你俩能不能结婚都是个大问号，就不用想那么远。哎，你女儿是谁带的？前夫。所以你还只是偶尔去接她去个游乐场。反正听起来我们这个女孩啊，这天马行空哈，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一出明天一出，也不知道要干嘛。然后这小伙子呢，就认识了3月，见了7、8面，然后就一门心思就想尽办法怎么个结婚。你们俩都挺莫名其妙的，说实话，不知道你们要蹦那么高要干啥。所以这样啊，经过3个月的相处了，你们也闹到我们爱情保卫战了。你们现在的想法是什么？诉求又是什么？谁先说呀？你来干嘛的？现在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就这个彩礼20万，还有房子车子，就是少一分都不行。因为这不仅是对我的一个保障，因为我都已经2婚了。那你来干啥呀？谢谢你。那你可以走了，我觉得这事儿根本没法谈呢。他同意，我们也得劝他。小伙子冷静，对呀，冷静，对不对？我这里再问你一个问题。您说。周伟妈妈孩子还这么小，另外你的前夫，您看婚姻不忠诚，如此的不堪，
您怎么可以把孩子的监护权给这样的一个男人，不留在自己身边呢？当时其实我是没有经济来源的，就是孩子跟着我也是比较遭罪的那种。然后他们家也是想要这个抚养权，我心里想，我出来，我好好努力挣钱，这样的话，我可以给孩子多一点的抚养费。哎，对了，这个有商量过吗？就是如果你俩在一起之后，你现任丈夫或者未来的丈夫也要抚养你女儿，出抚养费吗？这个商量过吗？这个其实我早都考虑好了，因为我觉得一个男人要是想接受婚姻，想接受对方的话，就应该接受全部，应该有一个责任。对，你抚养吗？他的女儿？我能抚养。女生，我想问，今天这个20万的彩礼，120万的房子，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和空间吗？绝对没有，这也是给我父母的一个保障。绝对没有，是吧？是。你是不是天下真的找不到女人了？我不是找不到老婆了。我不是说找不到女朋友，就是说我跟他俩在一起这3个月，我对他是有感情的。其实我有的时候，那你对四色头牛有没有感情？你对你的父母有没有感情？有。哎呀，老人赖以生存的四色头牛啊！他就是今天说我所有加起来只要20万，咱都不能要。这姑娘咱娶不起哈。对啊，对，这句话是重点，娶不起啊。老师，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为什么娶不起？一不干活，2攀比。然后还有一身的伤，这个伤你不去自己疗愈，你反而要用它来惩罚后来人。冲着这3点，你就养不起。还有，他确实没有那么多钱娶你。对，还有妹妹要养，爸妈要养，只能拿出来一部分钱娶你。你还讨厌人家的妹妹，对，你还反对他做一个好哥哥，你还反对他做一个孝顺儿子。你就是天上的织女儿，他当不了地上的牛郎。也问问，咱不剥夺你这个小伙子自己的诉求。有些人可能就愿意，我就卖血都愿意娶她，这咱也阻止不了啊。对不起，他家那牦牛。你的诉求就是必须娶她吗？我倒是没有，我就是觉得我跟他俩在一起认识这3个月吧，我对他的，我真的，我有的时候自己在家除了工作，我俩的回忆全都是在一起的这些聊天记录，从白天一直聊到晚上。是啊，现在你还没下头呢，正在荷尔蒙上头的时候，见都没见几次，正热恋中呢，6个月以后就好了，小伙子。真的很喜欢他。对，挺喜欢，挺在乎。你真的想娶她，是想让我们帮你跟他谈谈条件，降低一点，好早日把她娶进门，是吗？是的。那你的心目当中打9折呢，还是85折呢，还是75折？哎呀，真是被恋爱冲昏了头脑呀！结婚彩礼，这是我们的传统习俗，但并不是结婚的必要条件。我刚才听到你斩钉截铁地说，房子不能少，20万的彩礼不能少，我心冰凉冰凉的。我真的不歧视，我非常尊重有过失败的婚姻，有孩子都无所谓，您都可以好好的和他一起2个人好好的过日子。但是你面对的是一个真的把自己曾经失败的婚姻要报复在你身上的女人。所以我今天话说得很重，我希望你好好的考量这件事情，您该醒了。谢谢。谢谢老师。现在呢，你也正是在这个热恋的这种啊，你说热恋吧，也谈不到是热恋那种，可能就是好奇吧，新鲜感。对，好奇，对，是这么一个位置上啊。然后呢，这个女方呢，这也一样，刚才也很坚定，不退让也好，但是不好驾驭。那真的是不好驾驭，你甭说其他的这些个东西，就说给了这些个东西，后面的问题也会很多，连洗衣服做饭这都现在都是问题。你的不更甭说要不要孩子，过日子那个问题一个接一个，怎么去面对这些个问题，怎么去解决问题，很多的一些个事情不是全靠物质就能够解决的，三思而后行。首先啊，我觉得女方要彩礼这件事情没有什么无可厚非，因为这个彩礼也代表了一份祝福和一份尊重，这个无可厚非。但如果明知道对方家里有困难，
强行要求一个对方拿不出来的份额，我觉得只能证明2点：一，欺负老实人；二，你就不爱他。爱有条件吗？有，但爱在有些时候是无条件的。我爱这个人，我得替他着想，他这20万得掰开了好几份去花呀。上有老，下有比他小那么多的妹妹，他33了，他妹才20，长兄如父，你一点都不考虑这些，你心里就只有你那小99，你爱不爱我？你这个给我钱才证明爱我。即便你是因为不安全，想用钱来控制这份感情，也代表了你不善良。一个人想要过得幸福，不是索取对方给我钱、给我爱、给我安全感，而是自己堂堂正正站在那儿，自己有能力去爱自己、爱别人，有能力自己赚钱，并且如果赚了钱还能帮助别人。你一无所有，你是个洞，别人能给你填了吗？填不了，姑娘。小伙子，你冷静，你俩我没有劝分啊，你俩根本就没谈恋爱，你至于吗？为了一个女生上头成这样，不管不顾了。卖了牛你要干啥？你想好了吗？卖了牛把钱放在手里就花了，花了你的父母养老怎么办？一个是上头上的要命，一个是算计怎么才能在钱上在情上找不回来以前的受伤。静下心来，好好相处，真正去抬眼看看对方。一个放牛马你到底看得上看不上？一个娇小姐你到底养得起养不起？时间长才能看出真相，好不好？别提结婚的事了，拉长战线，你俩至少1年以上就分手了。假如不提结婚的事儿，其实你们2个人的感情还能再往前走一走。你们为什么非要自讨苦吃的谈什么婚论什么嫁呢？咱就不能谈情说爱吗？谈情说爱不就把拥有他的这一个成本变低了吗？小伙子，咱就跟他好好谈恋爱就是了。我们在这儿干嘛要讨价还价说彩礼，讨价还价说老牛，对吧？然后对于女孩来讲，我不管你过去经历了什么，但是过去的经历应该成就了今天的我，它使我变得更好，就像是雕刻刀雕刻一块石头一样，它让我慢慢的有了灵魂，有了轮廓，让我开始有了自己。而你现在是什么？你现在就是以自个儿来作为找他人要钱的工具。我不管你身边的朋友是什么样的，如果你身边朋友都是你刚刚说的那种，请你离开那些女人们。如果你身边朋友不是那种，请你回到你当初还相信爱情，还相信生活，还能在一个人身上看到他除了物质之外的光的那个女孩的样子。如果你变不回去那个样子，你会很快的就遭人厌恶。你们俩的恋爱能谈多久我不知道，但是娶你是万万不可以的，姑娘。李女士，您现在有工作了吗？就是自由职业，但是收入不稳定。您是哪年离的婚呢？去年离的婚。今年恋爱3月就迫不及待要把自己再给嫁了。你不是不要孩子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没有经济能力，孩子跟着你遭罪，所以你破釜沉舟要先强大自己，壮大自己，挣回资本把孩子要过来，让孩子跟着你吗？所以你壮大自己，然后让自己变得这个有资本的方法是通过嫁一个人。这只是我当时我想强大自己，但是慢慢的当遇到那个对的人，就也是对爱情重新燃起了希望，就是先成家后立业，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哦不，你已经成过一个家了，你的业没立起来，这要成第2个家再立第2个业，我觉得没有问题。听懂了吗？这位男生，他强大自己的通道是嫁一个有钱的男人，这就是他现在找所有男朋友的一个标准。明白。因为他需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让自己变得强大，所以他压根儿不会通过自己努力靠双手去获得自己的未来。他说白了就等于一个好吃懒做的女人。我嫁人是要改命的，我要通过婚姻改命。一个女人在去年离了婚，
3岁的孩子交给前夫，今年认识了3个月的男人就可以口口声声着急要嫁，并且提出一大堆的条件，还告诉我这是缘分，机不可失。确实，像你这样的傻男人太少了。好不容易碰到了，当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他说爱我就应该要爱我的女儿，太双标了。爱你难道不应该爱你的父母，爱你的妹妹吗？爱你难道不应该爱你的全部，包括爱你的工作吗？他居然让你舍弃老家的一切。不谈了。所以我最后送你3句话，这位先生，无能为力的事儿当断，生命中无缘的人当舍，心中的烦恼和执念当离。老师说的对。先请我们2对先各自回到门后，你们思考一下老师说的话，再看看你们自己的选择，好吧？来，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通过金云 App、天津 IP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来收看本期节目。欢迎登录优酷视频和腾讯视频来收看我们节目的完整视频。好，先看一下这对前夫妻，请开门。这个会出来，会出来吗？我感觉会出来。啊，没了，没了。哎，他听懂了。不出来就维持。女方还挺坚定的，不出来就维持现状，看看男生怎么表现。表现得好也不是没机会，表现不好就算了。对，也是各自反省的一个时候啊。哎，那这对本来想要结婚的，这说完之后不会就散了吧？我认为应该散，否则这40头牛都要跑到天津卫视来抗议了。我总觉得人都是善良的，我也希望这女孩能认清楚自己真心啊。其实关键还是在这个女方。行吧，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啊！来，请开门。哦，好，没出来。刚刚男孩说了他分的，他懂了，他说算了，他确定他不谈了。哇，我们今天的这个不出来率好高啊。虽然说好像我们爱情保卫战应该保卫爱情，但我们保卫的真的是爱情。如果这个关系当中不是爱情，是一些其他的不正确的价值观、婚恋观，其实我们还真的希望我们建立一个健康的感情观啊！希望大家都拥有健康的关系。也感谢我们5位老师，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